我是沈辉年养在春风阁里的花魁，6年来，我只用接待他一个人。许多人都说绑上了高枝，以后要成为他的妾。我没说话，因为我知道沈辉年不会娶我。果不其然，在我24岁生辰的时候，他替我赎了身，给我一大笔银子，让我离开京城。他说他要娶亲了。你贪财，我好色，我们俩之间就到此结束了。但在离开京城的路上，我却听到了噩耗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达达听书。今夜的沈辉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急躁和强势。他力气本就大，我险些受不住。等终于结束，我躺在他怀里，张着嘴小口小口的喘气，却听见他沙哑唤我的声音。江晚。我抬起头看向他，却对上他如寒星般凛冽的眼眸，而我眼里还带着欢愉过后的风情与快活。我要成亲了，今夜是我最后一次来找你。我只愣了一下，便做出一副伤心难过的样子。三公子娶了妻，便要与我断了吗？我舍不得三公子。我的声音娇得能滴出水，但这却是沈辉年最讨厌的。果不其然，他眉头紧皱，吐出的话也带上了几分不耐烦。江晚，你不必这样，我们俩之间一个贪财，一个好色，本就没有多少情分。从一开始你就知晓，你的身份不配进入沈府，沈府的门楣也不会允许我在婚后与一个风尘女子继续纠缠不清。不过念在你我相识多年，我会替你赎身，给你一大笔银子，你离开京城，开始新生活吧。沈辉年的神色清冷，说出来的话半点不带温度，很难以想象，他刚刚还缱绻缠绵喊我晚娘。果然啊，男人就是会装。我收起了柔弱可怜的模样，扬起一抹艳笑，那晚娘就谢过三公子了。能陪在沈辉年身边这么多年，我很清楚他的脾性，他最不喜欢死缠烂打那一套。本来我接近沈辉年就是为了离开春风阁，既然目的已经达到了，就不必再演那些柔情不舍的戏码了。不过怎么心里还是有些空落落的，像是没料到我会这么快就变脸。他的神情有一瞬间的复杂。我没给他说话的时间，柔软湿润的红唇轻伸向他拂去，嘴里含糊不清地说，作为谢礼，晚娘再伺候三公子一次。他没有丝毫犹豫，宽大的手掌拦住我的腰，一下就将我压在身下。以往与他欢好，我都会闭上眼睛，但这次我没有，我的眼神明亮，瞧了一次又一次他，到最后，沈辉年用他的手掌遮住了我的双眼。够了，已经够了。待云雨尽歇，他收拾妥当，准备离开春风阁。我坐在榻上瞧他离开的背影，突然出声，三公子，再见。他顿了一下，但没转身，只是快步离开。沈辉年出了一大笔银子给我赎身，老鸨看见银子虽然高兴，但也舍不得我这个头牌。他拉着我的手絮絮叨叨地讲个不停，一半夸我，一半夸他对我多好。我脸色不变，静静地听着，一副乖觉的模样。晚娘啊，进了沈府做姨太太，可别忘了妈妈我啊！你能有今日的造化，可少不了妈妈我的照顾。原来老鸨以为沈辉年为我赎身，是要抬我进谢府做他的妾。我没纠正老鸨的误会，任凭春风阁里其他人嫉妒羡慕的眼光落在我身上。毕竟这个误会从沈辉年6年如一日来找我时便已经传了起来。挂牌后，我接待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客人就是沈辉年。沈辉年只知晓我贪财，其实我还好色，毕竟当时想要与我春风一度的达官贵人不在少数，但那些人的相貌都不如沈辉年，所以我选择了沈辉年。作为镇国公府的三公子，沈辉年高大俊朗，剑眉星目，是京城许多官家小姐的意中人。这样一个香饽饽，被我一个人独占了6年。这6年来，沈辉年待我不错，将我包下，给我单独居所，让我不用再曲意逢迎其他人，奇珍异宝也给了我，情到浓时，甜言蜜语也说了不少。他的确是个顶顶好的客人。这样的结局也本就是我与他必然的走向。所以江晚，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？离开春风阁时，我只穿了一身青色的衣裙，头上戴着个素净的银钗，整张脸素面朝天，戴着帷帽，像个普通的良家女子。这是我10年来最轻松快意的时候。我察觉到有人在看我，待我抬头寻找时，却不见身影。我若无其事地转过头，装作什么都没发现。其实我闻到了，空气中一丝极其浅淡的青竹香。
那是沈辉年身上常有的味道。我并没有第一时间离开京城，而是找了一处不起眼的宅院住了下来，每天待在院子里晒着太阳，整个人都懒散下来。住的第10日，有人在敲门，我的心重重地跳了一下，但打开门见来人时，又有说不出来的失落。是2个魁梧的小厮。江婉姑娘，公子说了，请你立马离开京城，他与长乐公主就要成亲了，他不希望再看见你。透过小厮生硬冷漠的声音，我似乎能看见沈辉年说这话时绝情的模样。我沉默半晌，应了声好，心里宽慰自己，算了，不要再自作多情了，不过是一个沈辉年罢了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沈辉年虽然绝情，但替我准备的东西倒是很齐全，我一路畅通无阻地离开了京城。路上并不太平，去岁南方大旱，朝廷没多少钱去赈灾，造成南方饿殍无数，更有人揭竿而起，纠结了流民，组成了起义军。晋朝皇室的统治并不牢固，听说了吗？镇国公府被查出谋反，下了大狱，不日就要满门抄斩了。镇国公怎么会谋反？当年若不是沈老元帅，幽州16京都要尽数被割让给打虏了。镇国公不会谋反，一定是有人栽赃陷害。李兄，这话可不能说了，若是被有心人听见，你我都要遭殃了。听到这话，我心下惶然一片，沈府要被满门抄斩了，怎么会这样？沈辉年不是要娶长乐公主了吗？纷纷扰扰的思绪不停地在脑海里交织，我转身就想跑回京城，可是脑海里又想起幼年阿娘临死前抓着我的手对我说的那句：安安，活下去，活下去，我答应过阿娘要活下去的，不能做傻事。我浑浑噩噩地随着商队又走了2日，我努力不让自己想沈辉年，但镇国公府被抄家这么大的事情已经闹得尽人皆知，每天都能听到不同的人在谈论。晚间我睡觉时，我又做了噩梦，梦中沈辉年浑身是伤，没有一块好的皮肉，声音沙哑的发不出来，通过口型，我看见他在说：江晚，再见。醒来我满头大汗，不过一瞬，我抓起包袱就往京城跑。我要再见沈辉年一面，不管他是死是活，不管京城形势如何，我都要回去。离开京城，我花了10日的时间，回去却不过5日，硬生生缩短了一半。头发乱了，衣服破了，脸上也全是灰尘，像个小乞丐。刚刚到京城，就看见许多人往刑场方向涌去。他们说今日就是镇国公府满门被斩首的日子。怎么会这么快？刚刚跑到人群外，就闻到了浓重的血腥味，喉咙里涌起一股反胃感，很想吐，也很想哭。有人死了！我拼尽全身力气往前挤，终于挤到了最前面。现场可以用炼狱来形容，红色的血流了一地，死不瞑目的人头到处都是，有男的也有女的，有老的也小的，他们都瞪大的眼睛，死不瞑目一般，阴恻恻的像地狱的恶鬼。又有一个人被带了上去，有人在念他的名字，沈永北，是沈辉年的父亲。咔嚓一刀，他的头便滚了下来，溅出来的血染上我的衣摆。我看向角落，那里还有一个人，浑身是血，看不出人样，但只一眼我就瞧出他是沈辉年。他目睹了沈府所有人的死亡，一向挺直的背脊弯得不成样子，向来明亮清透的眼睛里全是麻木。他被侍卫踉踉跄跄地带了上去，轻轻一推，便自觉地跪倒在地。看见他这般模样，我挣扎着还要往前走，却被守卫军拦住。沈府虽犯谋逆大罪，但圣上感念沈府抵御外敌有功，特留沈家幼子沈辉年一命，流放边疆3000里。沈辉年还不谢恩？沈辉年缓慢僵硬地抬起头，正与我面对面地对上。我动了动嘴唇，沈辉年，活下去。本来热腾吵闹的刑场在此刻安静下来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沈辉年身上。监斩官嬉笑鄙夷地瞧着，还淡然地抿了口茶。过了半晌，沈辉年终于开口：谢主隆恩。大声点，听不见。他们想生生地敲断沈辉年的傲骨。我的眼泪在此时终于包不住流了下来，太痛苦了，太恨了。谢主隆恩。沈辉年再次开口，大声嘶吼地喊出这句话，头也重重地磕到了地上。台上的监斩官笑了。至此，显赫一时的沈家沦为谋反千古罪人，
风流多情的沈辉年将要踏上3000里边疆流放漫漫路，无人知晓我此时心中在想什么。10月的秋风已经有些刺骨，而此时的沈辉年却只穿着一袭单薄的外衫，带着沉重的枷锁镣铐，被人拿着鞭子赶往北疆。10里亭，所有犯人都会在此有一次与亲人道别的机会，但前提是你要给够足够的银子。沈辉年，有人找。时隔2月，我再次见到了沈辉年，他瘦得厉害，本就棱角分明的脸显得更加锐利。他身上没有了世家公子的骄矜与不凡，整个人静得像一滩死水，黑黝黝的，让人看不清。见到我，眼神也没有半分变化。他的右眼眉骨上有道伤痕，虽不丑陋，但也毁掉了他曾经如玉般的面容。我本想上前帮他扶住沉重的木架，他却绕开我，冷淡地说：“滚！”我有些难过，但还是强打起精神走向他，装作若无其事。沈辉年，一日付700日恩，我和你睡了6年，也算有缘分。正巧我也要去北疆，一路便跟着你吧。我虽落了难，但也不至于和你这个风尘女子做夫妻。望着他冷峻的侧脸，我心里微微叹口气。过往6年，沈辉年都未对我说过这般话，甚至在知晓我会读书写诗时，还黯然地叹了句可惜。他绝情但并不刻薄，可我与官差都说好了，他们也允了我一路同行。我没气馁，细声细气地对他说：“遭此大难，他脾气古怪也是正常的。”沈辉年无神的眼珠动了一下：“你许了他们什么？你给我的钱财？蠢女人，那是给你安身立命的。”沈辉年给了我不少钱，足够我富贵的过上几辈子，但为了一路陪着他北疆，我把钱全给了押送他的官差，身上只有在春风阁里留下来的节约出来的一笔银子。与你相比，我本就不聪明，我承认自己不够理智，太过冲动与感情用事，我做不到看着沈辉年背负仇恨，独自去往极寒的北疆。沈辉年定定地看了我许久，而后扯出一抹极其讽刺的笑容：“你会后悔的。”我没说话，因为我知道我不来我才会后悔一辈子。我跟着沈辉年，但他并不理我，甚至连眼神都懒得给我一个。我没有受影响，鞍前马后地照顾他，他的手夹很重，我就在后面为他托举着。同行的犯人还穿着单薄的秋衣，我买通了官差，给他换上了厚衣服，偶尔我还能替他做点好吃的补补身体。但即使是这样，他也虚瘦得厉害。同样，我也瘦了很多。同行的官差见他一副油盐不进的样子，都说了几句他不识好歹，他的手捏得很紧，像是在压抑什么。1日下了大雨，一行人躲避不及，被淋得个湿透。打湿的衣物紧紧地贴在我身上，映衬出我姣好的曲线。犯人如有实质的赤裸目光，紧紧盯着我，像要把我吃掉一般。这不是我第一次面临这样下流的眼神，甚至押送的官差也明里暗里调戏过我不少次，只不过被领头人呵斥住了。但我没想到这次沈辉年会突然爆发，他将我逼到角落，厉声道：“江婉，你到底在图什么？我不是谢三公子了，我只是阶下囚，我什么都给不了你。你不是贪财吗？你现在来吃这个苦干什么？你忘了吗？我为了成亲要与你一刀两断，要把你赶出京城，我甚至刻薄地羞辱你，你都不愿吗？你看我落难了，不应该高兴吗？江婉，我求你了，你滚吧，不要再出现在我眼前了。你的存在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有多可怜。”瓢泼大雨中，沈辉年说的字字泣血，脸上淌着的不知是泪水还是雨水。我被他说的想流泪。这几个月，我想了许多，为什么明明才华横溢的沈辉年在京城要装出一副浪荡子的样子？为什么家风端正的沈府会允许沈辉年与一个青楼女子关系密切？沈辉年又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将我赶出京城？因为他知晓沈府会落难，所以他安排好了我的一切，独自在京城等待自己的死亡。我就说嘛，养只狗相处6年都会出感情，何况是相伴的人呢？我瓷白的脸被雨水冻得发青，张口想说些什么，眼睛却瞥见沈辉年的手腕上被手夹磨得血肿不堪。我拉住他的手：“怎么会这样？疼吗？你怎么不说啊？手都成这样了，那脚也肯定磨烂了。江婉，你没听懂我的话吗？我让你滚！”他抽出手朝我嘶吼，用力地躲开我。
见他如此这般，我想也不想的抬手打了他一巴掌。沈辉年，你再赶我走试试。他被我打得偏过头，但眼神还是倔强地盯着我。你我认识6年，可能那6年对你来说不过是兴起养了一个识趣的情啊，但对我来说，你的确帮了我。若没有你，我的命运会比现在凄惨千百倍。我不是什么好人，但也懂得知恩图报的道理。你放心，待你到了北疆，我立马就离开，算是全了最后一段牵扯。霎时间，除了雨声，就剩我俩粗重的喘气声。我们互相死死地盯着对方，看谁先败下阵来。江晚，沈辉年，让我陪着你。我抓住他的手，再次坚定地说道：你会后悔的，你会后悔的。他靠在我身上，压抑地哭了出来。当晚沈辉年就发起了高烧，野庙破败，萧瑟的寒风呼呼地往里吹，像是厉鬼在哭嚎一般。沈辉年面色清白，额头上是细细密密的汗珠，牙关咬得很紧，浑身颤抖得不停。高烧会死人的，我有些害怕，但还是手脚镇定地为他降温擦拭身体。沈辉年吐出的气息都是灼热的，肌肉正随着呼吸起伏。我摸着他身上斑驳的伤痕，心里痛苦的不行。从天之骄子沦落到阶下囚，沈辉年这一路究竟在想些什么？娘，爹，听到沈辉年沙哑的喃喃细语，我的眼泪唰的一下就落了下来。郑国公沈永北，当世大英雄，郑国公夫人江离开办女学，造福万千女子。他们的功绩被无数人传唱，可到最后却被安上谋反的罪名，惨烈地死在黄泉之下。沈辉年在哭，哭得悲切哀痛。我紧紧地抱住他，轻缓地拍着他的背，低低道：没事的，没事的。怎么会没事呢？幼时家破人亡的痛苦，即使已经过了10年，我依旧还记得。到了后半夜，沈辉年的高温并没有降下来，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迹象。这样不行。我看了看天色，雨没有停歇的迹象，这里离最近的县城要走1个多时辰，现在出发，能刚刚在天亮的时候将大夫带回来。我找到官差领头的，说明去意，他看了我许久，现在已进北疆，治安混乱，你一个女子，确定要在雨夜独自去寻大夫？我点了点头。领头神色复杂，值得吗？我不想他死。官差叹了口气，摆摆手示意我走。刚刚踏出2步，我似乎听到沈辉年在喊江晚，我顿了一下，但没有转身回头，自然也就错过了沈辉年满含痛意的眼眸。道路泥泞，寒风刺骨，我走得很不容易，但幸好没有遇上地痞流氓。可是等到了县城，医馆的大夫听说要在这种天气外出就诊，都纷纷拒绝了。无奈，我只好买了各种伤寒药，加快步伐往回走。我许久没有经历过这种绝望了。回到落脚的破庙，官差见我全虚全已的回来，松了口气，让我赶快进去看看沈辉年，他烧得更严重了。我心下一凛，沈辉年满脸通红，人已经神志不清了。你走后，他一直在喊你的名字。我愣了一下，然后开始给他灌药，他咬紧了牙关，我只好用嘴给他灌下去。他似乎短暂的清明了一瞬，看着我喃喃道：江晚，你回来了，不要离开我。我不离开，我不离开。我紧紧抱着他，抬头看了一眼庙中那尊破败的佛像。他虽破败，但还是垂目慈悲地看着众生。我在心里悄悄地许愿，愿沈辉年平安。再醒来时，外面的雨已经停了。沈辉年坐在我身边，目光盯着远方，不知在想些什么。我咕噜噜地翻身，抬手摸了摸他的额头，退烧了。他这次没有躲开我的触摸。我笑了笑，幸好退烧了，你这次可得好好感谢我。沈辉年这一路上都没有多少生气，我每天都尝试和他说话，但大多数时候都是我一个人自言自语。大难不死必有后福，沈辉年，你以后一定是个有福之人。你看，都说北疆冬季会漫天大雪，但我们一路走来，除了这次下了雨，都没有遇到暴雪。上天都知道你辛苦，特意在帮你。我给你的手夹脚镣缝了棉布，以后戴上就不会磨破皮肉了。其实我浑身酸痛，但我依旧强打起精神来与沈辉年说话。他经历了大悲痛，独自思索很容易造成心神混乱，我要分散他的注意力。江晚，你真的不走吗？他突兀地开口。
我再次肯定地回答，我不走。你图什么？我既不爱你，又不能给你荣华富贵，是吗？那你为何留着我送你的同心结？认识沈辉年的第3年，在他生辰时，我送了他一个同心结。他拿着端详半天，嗤笑着对我说，江婉，这样的东西我并不差你一个人送。我明白了他话中的意思，从此以后又退回了属于自己的位置。可是这么多年后，我在他贴身的衣物里又看见了这个同心结，因为主人的经常抹撒，它已经起了毛边。送同心结的那天天气很好，沈辉年如琥珀般透亮的眼眸中似乎闪着细碎的光，我以为是阳光，但现在想来，或许是泪光。他没有嫌弃我的身份，而是因为镇国公府既定的结局，他不敢表露半分。你真的蠢，为了虚无缥缈的爱意奋不顾身。蠢就蠢吧。沈辉年突然抱住我，语气发狠地说，江婉，是你自己做的选择。我环住他的腰，从看见那个同心结的那一刻，我就知道我这辈子不可能再放下沈辉年了。而后的一段路程，沈辉年不再做出那副疏远冰冷的态度，我同他说话，他偶尔也会回上2句。看见其他囚犯肆意打量我，他也会把我护在身后。夜晚寒冷，我们相互依偎着取暖。他很爱亲吻我，总是用他那双滚烫的唇不停感受我身上的温度，似乎在用这种方式感受我的存在。他不允许我离开他的视线，经历过家破人亡，他变得患得患失，所以他的控制欲加强。我不反感，因为我也没有家人，我喜欢这种被人记住的感觉。终于，离开京城的第4个月，大雪飘飞，我们来到了晋国最北方邺城。这里已是白茫茫的一片，不见一点生机。领头官差将我们交与邺城守卫。临走前，他情真意切地对沈辉年说，好好待她，她是个好女人。沈辉年点了点头。我打量着邺城，这是我从未到过的地方，荒凉辽阔，粗犷野蛮。北方的鞑虏时不时的入侵，进行烧杀抢掠，百姓生活穷困，但眼里却带着锐气，他们都在坚强地活着。这是我和沈辉年新开始的地方。沈辉年被安排去清理积雪了，不出几日，他手上就生出了冻疮。我看着有些心疼，以前他这双手是用来提笔作诗的。他见我如此，笑了笑，再等等，我不会一直这样下去的。我相信他，他的眼神里从来没有对命运的妥协。果不其然，过了半月，他便与这边的督军称兄道弟，被奉为了座上宾。他将我接进了一个单独的院子，他每天都很忙碌，但无论忙得多晚，他都会回来抱着我一同入眠。更多时候，我们会有一场激烈的情事。他一遍又一遍地唤我的名字，不停地确认我是否还在他的身边。我们俩就像寒冬里相互依偎取暖的小兽，谁也离不开谁。由于大雪，草原物资稀缺，鞑虏越过边防线，抢了几个县城，造成死伤无数。晋军反击，却被膘肥马壮的鞑虏打得溃不成军。鞑虏首领更是放话，沈永北已死，谁能阻我挥师南下，进军中原？这话传到了当今天子耳中，天子震怒，派军北上抗敌。但怎想三皇子好大喜功，竟被鞑虏打得个落花流水，又在此时查出五皇子贪污军饷，意图染指皇位，整个晋皇室乌烟瘴气一片。皇帝大怒，不日便崩逝。此时张贵妃把持朝政，扶持其最小的儿子七皇子即位。这个消息传到邺城，沈辉年冷笑一声，就这样死了，也太便宜这皇帝老了。天下是要乱了吗？你怕吗？我摇摇头，又点点头。在选择沈辉年的那一刻，我便知晓我的生活不会像以前那般安宁。乱世出英雄，流着沈家血脉的沈辉年必是那个英雄。我靠在沈辉年的话中，听着他跳动的脉搏，即使外面严寒肆虐，寒风呼啸，但有他的这方天地，我很安心。新即位的晋皇要与鞑虏讲和，鞑虏的条件是幽州16京。这消息传回朝廷，满朝寂静。30年前，沈永北带领沈家军誓死守卫幽州16州，不让北疆子民成为鞑虏的奴隶。30年后，晋皇以莫须有的罪名处死沈氏满门，幽州16京再次成为鞑虏垂涎的目标。而这一次，满朝文武没有人挺身而出。晋皇在议和书上签字了，幽州16京被放弃了。
消息传到北疆，所有人脸上都是不可置信，哭天喊地声此起彼伏。坚持苦守的将领满目悲夷，眺望着京城所在墓中没了敬意。他妈的狗屁皇帝，这么多城池说让就让，心中一点血性都没有。以往沈老将军在的时候，我们何曾受过这样的屈辱？老子反了！此话一出，得到无数人的呼应，一夜之间，幽州16京全反了。沈辉年也反了，他杀了想投降打虏的邺城督军，温热的血溅了他一身，整个人像地狱里爬出来的罗刹。沈家在北疆很有威望，一时间许多城池的督军纷纷前来投靠。沈辉年组建了义军，号召全城百姓共同抵御鞑虏。被逼入绝境的民众纷纷拿起武器，喊出誓死不为鞑奴的口号。沈辉年成为了北疆的中流砥柱。这一仗打了8个月，沈辉年作战勇猛，用兵巧妙，深谙鞑虏习性。北疆人民又众志成城，竟然坚守住了鞑虏的入侵，成功守护住了自己的家园。朝廷听闻这个消息后，不但没有夸奖，反而指责北疆意图谋反，其心可诛，下令要将此事中的主谋枭首示众。沈辉年看着前来宣旨的内侍，笑得眼里毫无温度。叛贼沈辉年还不服手受诛？沈辉年抽出身侧的长剑，眼睛都没有眨一下，不过一瞬，内侍的脖颈就涌出大量鲜血，他连完整的惊呼都没有就死掉了。晋皇不仁，妄想要你我性命，诸君可愿随我改天换地？誓死追随沈督军。沈辉年纠集了幽州16州的部队人马，打出清君侧的口号后，彻底反了。夜晚，我与沈辉年又一番云雨后，我躺在他怀里小声喘息。将晚，我彻底反了。爽吗？爽。其实我和我爹的理念并不相同，我爹是个忠君之人，即使知道晋皇想要沈家一族的命，他虽痛苦愤怒，但也不会做出反叛之事。我和他吵过很多次，但最终我屈服了，我就想死就死吧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可偏偏他们为了羞辱沈家，留下了我。驱使我心生反意的，并不只有沈氏满门的仇恨，还有晋皇的无能懦弱。幽州16京，千万百姓，他说放弃就放弃。明明都是大晋的子民，有人朱门酒肉臭，而有人却连基本的保父都做不到。你说，这样的皇族还有存在的意义吗？沈辉年成名后，刺杀他的人不在少数，甚至有人还想通过我刺杀沈辉年。他们说沈辉年嗜杀成性，阴险恶毒，成功后绝不会允许一个青楼女子成为他人生的污点。沈辉年是变了很多，但我知晓他仍在坚守着正道，他行的事就是之事。至于他对我的真心，我从不怀疑。你想做什么就去做，我会一直陪着你。我要做皇帝，我要掌握生杀予夺的大权，我不要再受制于人。那我以后就是皇后啦。我笑着对沈辉年说。这些年他一直过得很紧绷，我时常会说一些俏皮话来缓解他沉重的心情。你将是我唯一的皇后。随着北疆的反叛，江南的水寇与川蜀的山匪也纷纷占地为王，天下人苦尽久矣，一场乱世之争就此拉开了帷幕。战争打了3年，无数百姓流离失所，到处生灵涂炭，有些愚昧的学子骂沈辉年挑起战火，是不折不扣的反贼，罪行罄竹难书，是个千古罪人。但沈辉年只是付诸一笑，他说晋皇已成毒瘤，要想驱除，必须得刮骨疗伤。沈辉年在前方作战，我便统帅后方，粮草军备，军需过于我手。至于这样的舆论战，我反击起来也是毫不手软。不过半月，时局的风向便转了个弯，夸赞沈辉年是个救民于水火的大英雄。天启第4年，沈辉年攻进京城，生擒晋皇。你这个颠覆皇权的逆贼，你不怕在史书上遗臭万年吗？将来的口诛笔伐总比好过现在的任人宰割。当年你们留下我，没有想过我会从北疆杀回来吗？沈辉年周身气势凛冽，眼神睥睨地看着地上故作镇定的小皇帝。我眼尖地看见4年前那些羞辱沈辉年的监斩官，他脸上的横肉抖个不停，不明液体打湿了他的衣袍，一副快要昏过去的样子。你若此时收手，我愿意封你为王侯，享千金实禄。沈辉年不屑地笑了，王侯怎能比得上当皇帝？我有些好笑，都到这个时候了，
小皇帝还在痴人做梦。就在这时，一个衣着华丽的女子从人群后方走来，神情凄凄哀哀地看着沈辉年。三哥，我见过她，被誉为晋朝第一美人的长乐公主，自小与沈辉年一起长大。在她与沈辉年成婚的前夕，沈家被灭门了。沈辉年，朕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你若投降，我愿把长乐许给你。不知被多少人睡过的女人，本将稀罕。沈辉年与我讲过长乐，他从小便自诩美貌，与许多男人交往过密。沈辉年向来看不起他，但这样却引起了他的征服欲，怀着其他男人的孩子，吵着要嫁给沈辉年。沈辉年本想隐忍负重娶了她，多换取沈府几年的安宁，但怎想他怀着的孩子竟然是他亲哥哥先太子的。先太子的嫉妒心作祟，直接捏造谋反罪名，杀了沈家满门。他们留下沈辉年吗？也是为了羞辱他，就连沈辉年右边眉骨上的疤痕，也是长乐亲手划的。本宫难道不比你身边的那个继子高贵漂亮？你也配和婉娘相提并论？这几年重伤我的人不在少数，但都被沈辉年以雷霆手段给处置了。果不其然，随着沈辉年的话音刚落，长乐的人头便被斩于剑下。皇帝彻底被吓傻了，哆哆嗦嗦说不出话来。裴氏无德，不配为帝，我沈辉年受命于天，终结乱世，重建皇朝。随着沈辉年的宣告，裴氏的统治彻底被终结。至于裴仲厚、赏腰斩，还不谢主隆恩。4年前他们对沈辉年说的话，沈辉年尽数奉还。沈辉年称帝了，改国号为庆。新帝即位，百废具兴。沈辉年每天忙得找不到北，瞧着比行军打仗时还清瘦了几分。除了各地事务与国家大政，沈辉年还需要对跟随他的将领进行论功行赏，其中也自然涉及到我。那些自诩公侯的前朝旧臣纷纷拿出一套纲常伦理，揪着我的旧身份不放。她一个青楼女子出身，怎配为后？给她一个妃位都是极大的荣宠，皇后还是要从世家贵族中挑选良淑之人。沈辉年为此大发雷霆，金銮殿上每天都吵得不可开交。我冷眼看着，世家贵族想争的不是皇后的位置，而是在朝中的话语权，他们在试探沈辉年的底线在哪里。就这样又吵了半个月，还是没有得出任何结果。沈辉年每天下朝回来，神情阴郁，看向我的目光复杂。我也跟着心烦，留了一封信，收拾行李就离开了京城。我一路往南走，回到了幼时故里苏州。此时正值春天，江水绿如蓝，春花红似火，每日坊间传来隐隐约约的丝竹管弦之声。说书人高谈阔论，即使经历过战火，这里依旧繁华美好。我还见到了幼时的玩伴林雅，在街头她一眼就认出了我，她唤我小名安安。互诉衷肠后，她扭扭捏捏地说她与赵伦成亲了。我思索了好久才想起赵伦是谁，是我父亲为我定的娃娃亲对象。我扬起笑容，那恭喜你们。林雅闻言松了口气。过后的几天，我和林雅夫妻熟悉了起来，但终究没有幼时那种情谊了。时过境迁，情随物移。林雅小心翼翼地问我现在在做什么，我回了一句等人。终于来到苏州的第2个月，有人推开了我家的门，还未等他开口，我便闻到了他身上熟悉的青竹香。我躺在宽大的摇椅上，并未睁眼，再来迟一些，院子里的这棵海棠花就要谢了。他将我拢进他的怀里，发出一声满意的喟叹。是我不好，都处理好了？没处理好，怎敢来找你？我勾起一抹笑容。2个月前的立后之争，沈辉年每天忙得焦头烂额，回到寝宫后对我欲言又止。和他经历过这么多的风雨，我一眼就瞧出了他心中所想，他要一个整治王公贵族的契机，这个契机便是我。掌握权势的王公贵族逼走与新帝同生共死的爱人，是一个很好的出手理由，但他怕我多想，一直犹豫。我看了出来，所以选择主动离开，把刀递到沈辉年的手上。你不在的这些日子里，我每天都很想你。他吻了吻我的侧脸，嗓音压得很低。我也是。沈辉年有分离焦虑，这段日子他应该过得很辛苦。我们再也不要分开了好吗？除了生死，不会有人再将我们分开了。一阵微风吹过，海棠花被簌簌吹落。我以前在家中排行第5，父亲是苏州有名的大儒，他为人高傲，对家中小辈要求甚严。
被抄家时，他要求家中所有女眷自行了断，不要给林府蒙羞。我从小就怕他。听他这么说，拿起金钗就往胸口插，但阿娘拦住了我，她让我好好活下去。她说活下去就有希望。所以即使后来沦落到春风阁，生活在困难，我也没想过放弃。现在想想，阿娘那句活下去就有希望是有道理。那日在刑场，我读懂了你的话。你怎么猜到我在这里的？在流放北疆的路上，那是我常常梦魇。你给唱的小调是用的吴侬软语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沈辉年还记得我随意哼唱的那几句歌。我凑上去亲了亲他的下巴，他反过来吻我，灼热的气息吐在我身上。他有些失控了，抱着我想往里屋走去。我拦下他，轻声道：不行，我怀孕了。他愣了一下，而后眉眼中爆发出巨大的惊喜，手脚都不知怎么摆放。多久了？马上3个月了。沈辉年看着我，眼眶有些湿润。婉娘，我爱你。他声音阴哑着对我说。回京那天，我向林雅做了告别，知晓我要走，他有些惊讶。我夫君来接我了。沈辉年给了我最盛大的丰厚大典，向全天下人宣告我是他此生挚爱，并将荣誉与我共享。与他一同接受朝臣叩拜的时候，我的脑海里闪过与沈辉年认识这么多年来的点点滴滴。最后画面定格在北疆，那时下了很大的雪，我与他躲着木屋里依偎取暖。当时我冻得瑟瑟发抖，大片的雪花从破败的窗户里飘进屋里。我笑着打趣：沈辉年，今朝同淋雪，我们也算共白头了。半清朝朝暮暮，何须淋雪共白头？而如今春光明媚，我与沈辉年将在天下人的祝福中携手共进，生死不离。我低声默念唯愿曲，恩爱美满，地久天长。全文完。达达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